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最近几次周末漫谈，我们用的是看图说话的一个模式。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说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对吧？所以说，大家多留言，多交流，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一起来进步。那么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教你炒股票21，禅中说禅买卖点的分析的完备性，这是禅师的这个原文地址。因为在禅师原文中，他自己做的图插图并不多，而且啊，他分析的好多股票，这个都很久远了，都找不到当时他分析股票那个时间点的这个图形了，还有很多可能都退市了，或者说名字改掉了，就是很难找到。那么我们这里是借用的这位师兄或者师姐他的插图，萤石陪你禅中说禅，这是他在知乎上发的这个截图，发的这个插图，我们是借用一下。然后来看一下，其中第一个图，这个图形是这个周期年线图形，而且是上证指数。然后这个文字呢是禅师的这个原文的文字，我们看一下，读一下。站在年线的角度，中国股市真正大牛市才真正开始，因为该中枢是中国股市的第一个年中枢，区间在998到1558点。这个区间，这个998这个点位是非常有名的。那么1558就是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中枢就我们通过我们的学习，这个找中枢已经不难了，对吧？那么这就是禅师说的第一个年中枢，这个上证指数。但是呢，这个年中枢啊，是年线图形上的中枢，并不代表它是年线级别的中枢。这个级别就是这个中枢的级别和这个中枢的图形，它俩是不对应的，一般都是小一个级别。比如说，你看它图形，它是年线图形的，如果说这个有中枢的话，这个比中枢的话，那么它的级别就是季度图形的。但是因为它的其中这一笔是不够比的，那么在季度上是够比的，也就是说，这个中枢其实是季度图形上的一个比中枢。那么季度图形上的一个比中枢，它的级别就是月线的一个中枢，这是一个月中枢，其实。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级别和这个图形的这个周期，它俩是不对应的。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站在年线级别，在下一个年线级别中枢确立之前，中国股市的调整只可能出现一个季级别的调整，只要不重新跌回1558点，就将构成中国股市年线级别的第三类买点，其后至少出现和去年类型幅度的上涨，对吧？他说的这个三买就是这里，因为这里是有一个月线的那个月线级别的中枢，也就是季度上的一个比中枢。那么这个三买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位置，有名的点位就是这个点位1664，从6124直接干到了1664，但是呢没有回到这个季度上这个中枢，形成了一个大三买，季度图形的那比中枢的一个大三买，然后又涨了一波到5178，对吧？这些数字都非常有名，在这个中国股市里面，6124啊，5178呀，这个1664啊，998呀，这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点位。那么你会发现，缠论大周期年线图能分析，小周期1分钟、5分钟，甚至是这个秒级别的都能分析。所以说它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小通吃。所以说你只要学好了这套理论，大周期年线的你也能分析，小周期1分钟、5分钟你也能分析，而且方法是一样的。所以说，这就是缠论这个好的地方。你只要学会了一套，那么任何图形、任何周期你都能够看。我们继续看，这是它也是分析的这个上证指数，然后这个周期是日线。禅师说，理论上没有任何必然的理由确定二三类买点重合后一定不会只构成一个更大级别的中枢扩张，但实际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大级别的上涨往往就会出现。那么这就是那个325那个位置，
这是出现了一个大的跳空缺口，这是在1994年的一个大的跳空缺口。然后看它后面的文字，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盘在94年7月底部跌到了325点后，8月1号跳空高开，这个缺口一直没有被补掉，325的这个跳空缺口直到现在也没有被补掉。我们之前说过，这个跳空缺口什么样的缺口一般不会补掉，就是突破型缺口，尤其是在底部的这种突破型缺口，它是有的时候它是不会被补上的，但是中继型和衰跌性的缺口一般是会被补上的。这就是给到一个例子，什么样的缺口它是不会补的。那么在94年7月底部跌到325后，8月1号跳空高开，5分钟上形成单边上涨，突破前面30分钟中枢。第二天大幅上冲后，突然大幅回洗，形成5分钟的走势级别回抽。那时候最高已经摸到了500点，快500点，一天半上涨50%，又半天回跌15%。当时在94年的时候，这个是没有涨停限制的，现在是有什么涨10%涨跌停限制，当时在90几年的时候是没有的，所以说它可以一天上涨50%，一天跌15%，这都是非常夸张的。对吧？这样的回抽一般来说都是非常恐怖的。但如果明白第二类买点和第三类买点重合的道理，就知道这是最好的补进机会。那我们来说一下他说的哪个位置。首先他说5分钟上形成单边上涨，突破前面的30分钟中枢。它这个图形是日线的，这个 K 线是日线的。他说的5分钟突破前面的30分钟中枢，其实是这个小周期的，就是这里。或者说这里，我之前说过，它的这个日线上，如果说有3根 K 线这个重合的话，说明它的次级别或者次级别是带中枢的。所以说他说的中枢其实是这个中枢，就是30分钟上这里是有一个比中枢的。那么它直接是一个跳空缺口突破了这个小中枢，对吧？这是按照他说的这个文字，5分钟上形成单边上涨，那么说明这个跳空缺口之后，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浪形往上走，而不是说磨磨唧唧的在这里形成中枢之后，然后往上拉，以浪形的这种快速往上走的这种类似这个奔走中枢。那么他说的这个23买重合是哪天呢？就是跳空缺口之后的第二天，这根 K 线，这根 K 线，他说一天半上涨了50%，也就是说这2天。一天半吧，上涨了50%，然后半天又回跌了15%，也就是第二个 K 线，它这个下跌是跌了15%，但是这个 K 线针对前面这个中枢30分钟上这个比中枢的话，是一个23买重合的这个位置，这个其实我们在分析中说过很多次，3买是针对这个中枢没回来是3买，2买是针对前面这个1买，所以说这是23买重合的，一旦你发现一个这个底部突破的这种出现23买重合的这个买点的时候，你即使买错了，你也要参与。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买对了的话，那基本上你就抓在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位置，基本上就23买重合之后的这个力度是非常强的，对吧？它从这个位置直接干到了1052，所以这个上涨的这个速率基本上都是单边往上走。所以说23买重合一旦出现之后，尽量去尝试它。你如果说把握不准的话，可以把仓位降低就好了嘛。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是第21课的插图，然后我们再看第22课，将8亿的大米装到5个庄家的肚子。其实从22课它有几篇文章，禅师是利用了一个类似讲故事的方式，因为它这里面是牵扯到具体的股票的，因为当时的环境下，它可能讲具体的股票，是有违规的嫌疑的。所以说他是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然后举了一些例子，我们看一下图形。第一个图形，这是这个具体的股票，就是当时他是没有提这个股票的名字的，但是后来大家可能都找到这个具体的例子了。第二个股票，5个手指夹一物，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主要的这个东西。还晃动着第3类买点，对吧？这就是他发的文章的那个时间点。他说他的第3类买点其实就这里，它有一个中枢嘛。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那周线上的话，给周线上这个回落的这个3买，其实是日线上那个比中枢的3买，对吧？
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学习已经知道，这里是明显是有这么一个震荡，这是日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然后它在周线上就能看到这里是有一个300的。所以说你很多时候熟练了之后，你是不需要去每一个周期都去看的，你只要熟练了之后，你在同一个周期你就能看到很多周期不同周期的这个情况。然后再看后面这个，这也是月线，然后这个是这个股票代码。禅师说现在面手都爱用药，所以要治面手，当然首先要拥有药。那么他这里是讲了一个什么是圆底，而且是月线的大圆底。这个药刚好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第3类买点，而在月线上一个典型的圆底忽出欲出，对吧？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圆底。那么这就是他说的这个，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说的这个第3类买卖点，那么就是这个回落的位置，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也是一个回拉，然后在月线图上，那么我们在这个月线图上其实是画不出来笔的，这些回落都不够笔，到这里可能是够一笔，这前面这里都是不够笔的，所以说这个3买肯定不是月线级别的3买，它应该是一个日线级别的3买，因为在周线级别的话，这里可能是有一个比中枢。那么这个回落的话是周线的那个比中枢的3买，但是级别的话其实是日线级别的一个3买，这一定要区别开来。所以说你在同一张图上你能够看到很多东西。那这就是这个第22课的第一个插图，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有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也是周线上，然后这是这个股票的名字，我们看他要说的这个，我们主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跟我们理论相关的，周线图上中枢强烈的勾引着走势往上。他说周线图形上这个中枢在这里有一个中枢，这是又是一个比中枢，又是一个比中枢。他说强烈的勾引大家往上，在这个往这儿，因为它这个呢，其实它这个类似一个螺旋上升的中枢，前面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下上下，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这个中枢是第2个中枢，而且呢，是升级之后的大中枢，这个中枢是其实是升级的。那么针对第2个中枢呢，它这个离开段明显没有背驰啊，就这个离开明显跟这个进入段比较的话是没有背驰的，所以说他说吸引着勾引着走势往上走，所以这个力度是强的，对吧？再看这个图，也是看一下它的周期。这张图上并没有明显的看到周期，可能是日线图形。这是这个股票的这个名字。他说第4个跟江浙派的代码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一个在深圳，一个在上海。然后呢，他说十几个交易日前那2根大量暗示着，对吧？他说这个量能，其实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讲量能的这个地方并不多，他很少涉及到量能。那么他说的这个量能在这里，这个位置，对吧？你看它这个这两根量能非常强，然后又是一个偏高位的位置。如果说你发现，如果说你想用量能辅助判断的话，如果说在高位放量的话，那么你就要小心了，有可能是有庄家或者说有机构大机构他们有出逃或者说开始减仓的动作，底部它也会放量。对吧？一般都是在顶部相对的高位或者相对的低位会出现放量情况的。如果说你发现在底部没有放量，那你就更要小心了。为什么呢？在底部不放量的话，说明没有承接呀，没有人进场来买它，它就即使砸的话，它也是不会放量的。所以说一定要有承接的时候，你才敢往里进。就是你可以辅助的这个分析一下，借用这个量能，但是其实量能并不太好来这个辅助判断。为什么我们在图形分析的时候更多的用的是 MACD？ 因为量能它的表达呀，它更多的是一种分歧，对吧？在所谓的或者那个相对的低位和相对的高位，多空它是有分歧的。为什么会放量呢？就是这个位置。哎，这个做空的人，或者说这个不看好它的人开始大量的卖，但是呢，这个后期如果说长期看好这个票的人，
他是看好无所谓啊，你可能短期有一些回落，他无所谓的，就是他是进场买的，所以说量能越大，代表了多空的分歧越大。其实量能表达的是一个分歧，这就是这个为什么禅师在这个文章里面很少说量能的原因。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21课的和第22课的这个插图，我们这个就讲到这里了。我们看一下我们平时要做的这个复盘。下一周很多重要的这个数据要出来了，尤其是这个非农数据，周五有非农数据，然后周三的话有 ADP 数据，也叫小非农，然后周二也是跟就业相关的，然后周一还有一个美联储主席的讲话，对吧？下午1点，这都是美东时间。那么下周的讲话又加上这个经济数据特别多，那么肯定是一个数据驱动的一个行情，震荡是相对是比较大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这个标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标普。那么的话，这个5月的这个整个交易都已经结束了，已经收官了。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本月收了一个大阳线，上涨了6.15%，非常牛。那么从这个最低点4835，就是上个月4月和5月2个月涨了20%多，这个反弹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其实这个上涨就是4、5月份这个强势反弹呢，其实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尤其是这些大机构，很多他们那是踏空的，对吧？因为这个特朗普的政策，谁能想到特朗普这个变脸变得这么快呢？川剧学得非常好啊，对吧？这是不是人家金融时报，英国的金融时报都给他起外号了吗？Taco Trade，对吧？什么叫 Taco Trade？我在周五的时候简单的调侃了一下，就是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对吧？所以说，而且啊，当时还有一个记者在白宫提问的时候把这个说了出来，那个川普也是气急败坏的这个要辩护，还给自己起外号叫 Mr. Nice Guy，Mr. Nice Guy always chicken out。所以说这个没有想到他变脸变得那么快，这些机构的分析，你说一个国家的总统，这个今天讲的和明天讲的不一样，那这不是让人彻底疯了吗？所有的分析的基石没有了，对吧？你的所有的分析是基于这个政策的延续性，怎么可能说我今天说了一个政策，我明天就变脸了？这不是儿戏吗？所以说这个反弹，很多机构他们是没有办法进的，他们的机构的体量太大了，所以说他们一旦要进场的话，肯定要拿个半年1年的，就是这种体量的话，他不可能说今天买明天卖的，对吧？所以说他们一定是要做一个延续性的交易。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川普是这个德行，今天讲一话，明天就可以变卦，对吧？没有人能想到是这么一个政策呀。所以说这些机构是没有办法进得去的，造成了这个很多机构是踏空的。但是散户反而这个有它的优势了，散户这个资金量小，转身快，今天买明天卖，随意进出，这对我们来说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所以散户有散户的特点，所以这波散户是越跌越买的。那么散户的话基本上都没有踏空，机构是其实踏空的。但是在大周期上，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大周期。已经形成了月的大的顶分型了，对吧？我们说过，想要不出现这个回落一笔的话，一定要把这个6147再次打掉，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中继的顶分型。那么能否出现回落一笔的话，你一定要去结合多周期，对吧？你要看它的次级别甚至是次次级别的这个回落这一笔的内部结构，你才能更好的把握这个是否是中继的。因为出现顶底分型之后，不代表100%要回落一笔的，这就是在图形上你是没有办法给到一个很满意的一个这个结论的。那么就看6月份能不能够继续延续上涨，甚至是再次突破6147，再次突破6147的话呢，就是前面这个3491上涨没结束。所以说，在周线上信息并不多，我们降低周期看一下。然后在这个周线上，这我们之前说过，周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现在刚好是顶在了这个中枢中轨的位置，看到没有？这里是有一个中轨的，刚好是顶在这里了。那么，现在周线上形成了两阳夹一阴，两阳夹一阴，对多头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就是这个是
5月12号这一周和刚刚过去的这周都是上涨的，那么正好中间是一个阴线，两阳夹一阴，这是传统理论。两阳夹一阴之后，基本上都是一个像那个继续延续上涨。如果说两阴夹一阳的话，那肯定就是下跌了，相反的。所以这个在传统理论里面，他们叫两阳夹一阴。那么，利用 MACD 辅助判断的话，这个张口要张得大一点。现在是正好在零轴附近，如果说张口张得能大的话，那么基本上它继续延续，就可能去到这个首先的这个压力就在这个中枢的上轨，中枢上轨也就是6099、6100附近吧，这就是中枢上轨。如果说有力度更强的话，那就再次突破6147。因为6月份除了这个有这么多的经济数据以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6月18号。6月18号，美联储要有他们的利率决议了，对吧？看他们是不是要根据这些6月份的这些数据，什么 PCE 数据、非农数据，还有 CPI 数据，是不是要降息了？所以6月份还有6月18号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间点，如果说真的要降息，给加一把油的话，那就有可能去突破这个前面的高点了。其实，在它的这个图形结构上，我们之前说过，它并没有破坏这个周线的这个结构。从3491上来的话，下面有一个中枢，这是第二个中枢，这两个中枢的高低点是没有接触的。那么，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个趋势上。虽然说第二个中枢这个中枢的形状有点特殊吧，它是类似一个扩张型的大中枢，而且这个结构非常的别扭，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对称型的。但是呢，这个中枢的结构并没有规定是一定是什么收缩的了，或者说这个通道型的，还是说什么喇叭口的，没有规定的。你只要不违反定义就好了嘛。这个高低点没有接触，那就是一个趋势上。所以它整体并没有破坏这个结构，它再次去突破6147走离开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么这是按照同级别分解，就是同级别分解一定是以中枢为中心，对吧？它可以进行中枢的一个扩展，然后它可以继续这个上升离开。但是如果说我们结合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的话，就是以6147这个位置，如果说作为一个起跌点的话，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以非同级别分解就是假设了6147就是最高点，那么这波上涨就不会去突破6147的话，从3491到6147这个就结束了，是一个中枢，然后带了一个300，这是一个盘整上。那么现在你要关注6147右侧的话，这里不突破6147，那就是一个二脉，就是一个周线的大二脉。它即使是非常的接近6147，比如说到了6110附近的话，也没有突破6147，还是二脉，还是二脉。这就是以你非同级别分解先这么假设，对吧？如果说这样的话，你就要注意，这里是上去一次，然后第二次下来一次之后可以再弹一次，两次反弹确认之后，就做一个反向中枢之后。可以走离开，也是可以的，甚至是最极端的，肯定就是再次跌破，直接来一个123跌破前面的这个4835也可以。这就是以非同级别分解来假设6147这个位置是这个最高点，不能够突破它，对吧？这就是你要结合两种周期都要看，就是既要看上涨，这个上涨周期没结束，又要看。这里是不是要开始要走下跌的这个图形了？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周线上。但是周线上现在，经过包含处理之后，还是一个包含关系，它又是一个两阳夹一阴，又是一个包含关系处理。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话，还是没有顶纹型啊，周线上还是没有顶纹型。那我们再看一下日线的。那么日线这个图形我们相对就比较熟悉了。那么日线上，从4835这里。这里的话，严格定义的话，其实是只有一笔上。严格定义的话，只有一笔上，因为它这里的这个回落呀，都不是严格定义来的，都是通过递归，你可以用递归的方式，或者说你用波浪的方式。波浪的话就是一个1、2、3、4，现在是走第五浪，第五浪也没有出来。如果说用缠论的话，就是第五笔，但是第五笔这个笔也不够，也没有这个也不满足定义。对吧？所以日线上它这个结构并不够清晰。我们看一下1小时，
那么在1小时上，这个结构我在平时做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已经说的次数比较多了。那么也是，如果用那个同级别分解，这是第一个中枢 A 中枢，第二个中枢，第三个，第四个，这是出现了4个中枢，但是 A 和 B 高低点有接触，升级了，出现了这个中枢的一个扩张。那么这个 C 中枢的2次回落，反而成了下面这个中枢的3买，然后出现3买之后再次离开，然后再次出现一个新的中枢，也就是 D 中枢。那么 C 和 D 其实是针对下面这个大 A 中枢，或者说我们叫它 A 撇，A 撇中枢之后一个离开段，这个离开段也就是模型里面的小 B 段。所以说，C 中枢就是小 B 段中的大 A，然后 D 中枢就是小 B 段中的大 B。其实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 A 和 B 都有出来了，那么之后呢？那么之后就看这个 B 中枢的一个演变，它是不是要把这个 B 中枢给震大了？它可以把这个 B 中枢震的到9段也可以。把 B 中枢震成9段的话，那就是下面这个 A 是升级之后的 A 撇，那么这个是扩展之后的一个 B 撇，也可以。这样的话，它这就可以完成一个趋势上，以这种方式结束，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就是先回落，就是以非同级别分解，那么以5968这里作为一个分割点的话，就是以4835到5968这里是一个升级之后的中枢，然后带一个3买，然后一个离开3段，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盘整上，对吧？因为只有一个中枢，只有一个本级别的中枢，也就是1小时的本级别中枢，那么这是一个盘整上。那么右侧的话，它是不能够不能够突破5968的，不能够突破之前，如果说首先跌破5767的话，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就跟日线上我们刚才分析那个就同构了，也就是说这里会出现一个反向中枢，然后再次跌破5767，这样构成什么呢？就是构成了日线上的回落一笔而已。所以说这就是一定要结合，既要往上看，它继续延续一个生长，延续上涨，你也要从这个最高点分析它是不是要走回落了。所以说，不要单单看一个方向，你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做一个就是说只做一个死多头，或者说只做一个死空头，一定是2个方向都要看。具体怎么选的话不知道，就看它的这个力度。想要往上走没有问题啊，想要往上走，那你就要突破前面的这个历史这个短期的这个5968这个高点。你想要往上走的话，想要往下走的话，就是看它反弹的力度不强，就不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那么就有希望再次往下走，对吧？那现在其实它就还是在围绕最后这个中枢在做中枢震荡。那么中枢震荡策略我们都已经很清晰了，很清楚了，就是一个中枢上方它的力度衰竭，上涨力度衰竭的时候，你要减仓，卖一卖；在下方的时候，你要力度衰竭的时候买一买。怎么判断力度衰竭呢？你单看这个周期是不能够发现那个拐点的位置的，你需要结合多周期看它的次级别、次级别才可以。那么直到什么时候不再继续中枢震荡呢？就是出现这个中枢的3买或者3卖。出现3买的话，就是往上走，这里出现了3买，出现3卖，一样的，对吧？前面这里是不是很清晰嘛？前面这里一个小回调，出现了一个3买，然后又出现了一个高点，然后再次荡，出现了这个下面这个大中枢的3买，然后继续往上走，对吧？出现3买或者3卖之后，它就不再围绕这个中枢继续震荡了。所以说3买和3卖是我们用来判断是否继续围绕中枢进行中枢震荡的唯一标准。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指数。因为我们平时做直播的时候分析的股票比较多，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指数，然后看一下这个 VIX， 再看一下可以看一下比特币，之后就结束。这个 VIX 的话也是，它现在这个对做多来的说一个比较好的迹象就是它这个 MACD 一直没有明显的，它这个首先一个就是离零轴太远。MACD 目前的位置离零轴太远，
它所有有力度的起来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前面所有有力度的这个，就最近的这个4月份，还有前面这个，前面这个离的这个也相对的，起码比现在的位置高，对吧？你看前面这个位置是在这里，差不多，但是也比现在的位置高一点。那么4月份这就更不用说了，4月份的这个的话，基本上就在0轴之上起来的。所以说，想要有力度的往上拔的话，一定是在0轴上下，最好是在0轴以上。即使说0轴以下的话，也不能离得太远。你像前面这里这一段，这是去年的这个，也是在0轴贴着0轴然后起来的，对吧？所以说，目前的这个就是在0轴以下，离得比较远，然后这个离0轴比较远，然后也没有力度，快慢线张不起来。你想要有力度起来的话，这个 MACD 的快慢线张口一定要大，张口大才有力度。现在感觉蔫了吧唧的起不来，那么而且还在这个120天和200天均线下面，对吧？所以说没有力度，那么说明什么？因为这个 VIX 体现的是这些大的机构他们的一个看法。他们觉得涨不上去了，或者说要大跌了，他们会去买期权做对冲的，所以这个是体现在这里。那么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动作的话，说明这些机构起码他们是不会去砸盘的，或者说他们并不看空，就是 VIX 给到我们的一个方向型的一个辅助指引。好，我们再简单看一下比特币。那么比特币最近这段是回调的比较厉害，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你想做多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我们整体来看一下它的大结构，这是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上。那么月线上它有2个中枢，下面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然后这里出现了月线上第2个中枢，但是它这个第2个中枢的低点和第1个中枢的高点它是有接触的，那么其实是一个扩张之后的大中枢。那么现在是针对第2个中枢，现在是在走离开。从4万9这里涨到了112,000， 112000，其实是在走这个第2个中枢，尝试离开第2个中枢。那么它这里也有过一次回落。那么结合我们刚才那个就是禅师的那个文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还是一个三买，这个还是一个三买，但是这个三买并不是这个级别的三买，晓得吧？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三买啊。它严格定义的话，这最高点在这里，它只有4根 K 线，所以它是不满足一笔回落的，它只是一个次级别300。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它这个300，这就这个位置742240，这个300其实是这个中枢，这里是有一个周线中枢的，但是这个中枢呢，我这里是没有把它画出来，像下面这里是有一个完美定义的，就是按照定义。每一根构成中枢的这个每一笔都是符合定义的，这是一个标准中枢。但是这个后面这个中枢啊，它也是 K 线有一根 K 线出现了毛刺儿，这根 K 线出现了毛刺儿，破坏了这个结构，所以它就是一个递归之后的一个中枢。所以这里其实还是有一个中枢的。那么这个中枢这个回落，也就是我们刚才看那个月线上那个回落，我说它不构成月线上那个300。所以说它是一个周线上的一个300，就针对这个中枢300，然后周线中出现300之后，又是一个1、2、3段，但是呢，这个第3段现在有点偏弱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个离开的1、2、3段，从这个49050这里，对吧？刚好是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0.618，看到没有？111691，离这个数值非常非常接近，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为什么上不上去的原因，就是它在一个关键的压力位置。还有就是你看它的 MACD 快慢线，虽然说张口还可以，但是它的这个高度比前面这个高点的位置明显低呀，对吧？这个高点在这里，它这个高点在这里，明显被迟了。还有这个柱子的面积、柱子的长度都比前面短，明显这第3段弱呀，第3段弱。现在，所以说如果这里上不去的话，那么是不是要回来踩一次？踩一次之后，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再上，对吧？那么，以这种方式的话，如果说要回撤的话，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从74420这一笔是不是要结束了，对吧？那只有它结束，才有可能出现回落。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构成一个中枢。具体它回落到哪个位置，还是说直接就结束整个的这个从前面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15460上涨的话，如果说直接从这里断开的话，那就是两个中枢一个趋势上，然后最后这个中枢还是一个123段也可以啊，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关注重点就是这个74420高量这一笔，它的内部是不是可以结束？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就是我们在周线上高量的这一段74420到112000。那么在日线上的话，它的结构并不饱满，这是这个起涨，这是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1、2、3，然后这出现了第四笔或第四浪回落。第四浪回落的话，现在也是在0.018、0.5和0.382之间。那么前面这个1、2、3段，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这个3也是出现了背驰。我们从这个起涨点，对吧？它是突破了0.018，但是没到等比例，所以说这段是弱的，跟前面的这个第一笔或第一段比较。那么现在出现了这个回落，出现回落之后，我们要看它是不是可以走第5段。但是现在这个日线上一直是延续一个类似一个阴跌的状态吧。那么这个四浪回撤的话，一直没有出现底分型。四浪回撤在它的这个日线上一直没有出现底分型。你想要转折，就必须要有底分型或者顶分型给我们来判断。那么现在是一个到了这个关键的0.5的位置，如果说这里扛不住的话，可能就要去0.018了。0.180 0.018又是一个关键的整数位10万，是不是要回落到10万，然后再给一个5？这个5的话，也可以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再上。强势点的话，就是直接往上走，再次突破这个最高点，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1、2、3、4、5。具体怎么选的话，不知道。那么下一周又有这么多的经济数据，美联储主席讲话，然后又有非农数据，然后之后6月18号，又有这个利率决议，各种这种叠加吧。反正6月份这个震荡肯定是不会小的。好的话当然是再次突破历史高点，不好的话可能要再往下沉一沉。所以整体来讲，是要开始选方向了，有可能要开始选方向了。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再见。